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从5岁开始投资，到今天，你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你有没有哪怕0.1秒的畅想过，你的孩子会成为下一个沃伦·巴菲特呢？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针对刚才提过的问题来说一期节目。时光呢不能倒流啊，咱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5岁的时候去给自己做投资了。可是呢，帮孩子做投资为时不晚。今天我们的优福视角就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样帮孩子从很小的时候，比方说5岁开始设立一个投资理财账户，帮他们呢打造一个坚实的财务基础，让他们去实现他们人生的无限可能。那好，为了让这个事情呢更具体更具象，我们来说一组数字。假如说这小孩5岁了，然后我们每一年帮他放1000块钱到他的投资理财账户。这1000块钱呢，我们就只是拿来举一个例子哈。但是你想，现在小孩他可能得到所谓的这种收入income 的途径也有很多比方说他们这个过年过节的压岁钱红包攒一攒然后做点勤工助学比方说 lemonade stand 呀，像我女儿卖画去更大一点了，可以去做一些 tutoring 或者 babysitting 这种事情它大概就是攒一些钱，然后我们就说1000吧，当然多多益善哈。每年1000块钱，帮他放到投资理财账户里面。那这一个什么样的收益率呢？我们查了一下哈，这个股市虽然是这有涨有跌，它有一个平均的收益率，在过去30年里面呢，这个平均的收益率大概是10.72%。我们就拿它作为一个参考，作为一个数字，咱们就来当做一个这个小孩的我们收益率，我们来比较一下。所以从5岁一直到他大学毕业，就说22岁吧，应该基本上是这个年龄那这17年里面呢，这个钱就已经变成了大概48000块钱。那假如这1000块钱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给它存着，那经过了这17年，我最后拿到手的呢就是17000。那这两个数48000、17000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那映入我脑海的呢，首先这个48000就是一个大钻戒，不知道后期能不能给我 P 一个大钻戒上来很明确哈。他 college 毕业，如果这个时候他有了心仪的对象呢这就是一个可能真能迎娶白富美运气好的话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对不对？那17000你能干什么呢？这个大钻戒可能是不行了，大概就是就是很浪漫的到一片雏菊花园摘朵花弄个草戒指，对吧？这个成功率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是说女孩的物质但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那有些孩子他如果愿意去大城市打拼的话，那这一笔钱48000绝对够他在一个比较好的区租房子找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开始。我们都不想说他要去一个什么很烂的街区，然后披萨店的上面一间特别60年的房子住在那儿，然后每天坐地铁1个小时去找工作，这就是截然不同的2种人生了，他的起点就很不一样了。那好，咱们再看另外一个情况哈，假如从5岁开始投资一直投资到30岁，为什么30岁呢？因为这简直是太有故事了我们家就是从30岁开始投资了。为啥这么晚呢？因为之前都是在这个学业里边挣扎，就是长征路漫漫。你想上了大学，再上研究生，然后我们又出国上博士嘛。那毕业差不多就是30岁，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很多我们的观众都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况了。那假如是5岁开始投资一样的税率10.71%，一路到了30岁，这个是多大的一笔钱呢？我们看一下哈，121379块，啥意思？你博士一毕业，你就不用租房你不管是未婚还是已婚，你都可以付一点首付买一个房了。加州不列，那是宇宙中心，就说咱德州你肯定能买一个3室的3卧室吧，然后花园洋房没有问题。那这样的一个起点呢，就是说你可以非常心安的开始过你的小日子了，对吧？你的人生就可以开始该干嘛干嘛规划。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这个钱一直从5岁开始1000块钱放在银行里边也就不说放银行里边，就是没有产生任何的利润吧。那这么多年下来你得到的钱是25000，
2.5万呢，只能租房了，可能假日买买就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啊，一切都是要从零开始，就像我们当初一样，挺惨的。因为你周围的人，不管是家里边支持吧，还是人家以前自己就有一些基础的，很早就开始投资的，人家就开始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还在租房，一开 party， 你们家一个小 apartment 的人都挤不下，然后去别人家，你小孩觉得哇，别人家好漂亮啊，那个时候还是心里有落差的。我是觉得当时那段时间反正过得挺苦的，所以拿30岁这个节点啊，咱们就来说一说比较有房没房很大的区别。好，那第3种情况呢，咱们就要来说一说很早开始投资，5岁一直到他退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区别哈。假如说这个退休是60岁，从5岁到60岁经历了55年，然后每一年1000块钱，收益率是一样的，条件都一样，到最后呢会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大家可以大胆的猜一下啊，心里想一个数字。最后这个数呢是2.8个 million，280万。那相对于这55年全都不投资，存下来1年1000，存了55年是5.5万，280万和5.5万的差别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当然这个5.5万吧，它也不现实哈，也不会说是我这一辈子就不投资，我就在地里挖坑，然后把我每年的钱进去埋了，也不会这样哈。可能更多的情况呢，就是参加工作了啊，开始考虑投资这件事儿了啊，再慢慢一点点来。那咱们就举例吧，就拿我们举例吧哈，我们就是30岁开始投资嘛。那就是说，假如说从5岁到30岁呢，这25年也还是每年都有存钱，只是没有投资。那最后呢，这笔钱是2.5万。我在30岁的时候呢，就把这2.5万作为我的第一笔资金啊，放进去投资，然后再每年追加1000，一样的收益率。那到最后60岁退休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拢共的这个收益呢，大概是74万。74万呢，虽然相对280万是少了很多，可是呢，它对于5.5万来讲哈，那也是很 meaningful 的啊，还是投资总还是不管你什么时候起步，都是有投资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啦。那另外还有一个途径是什么呢？我觉得每年投资1000，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愿意投资更多的钱呀，对吧？我省吃俭用，然后把这个钱多投一点，去追上我之前错过的那些岁月，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后面肯定也还是很有希望，说不定能看齐这个280万，因为我想每年1000也确实是很保守的吧。所以到了最后呢，退休的时候，这280万和74万，这个其实也还是挺大差别的。280万，我想的就是哇，我可以周游世界，对吧？去很多想去的地方。但是74万，我可能还要考虑医疗我后面没有收入这段时间，说会不会有物价的浮动啊，然后各方面生活可能再帮衬孩子什么的，那这74万呢，可能真的还是要精打细算了。所以说呢，时间真的是在投资里面非常非常有魔力的这么一件事情，大家投资要趁早，从娃娃抓起。在这儿先特别声明一下呢，我们视频里所给出的信息呢，并没有任何的广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 sponsor， 只是我们自己平常用的比较习惯的金融产品。在这儿仅给大家作为参考，提供一些资讯。现在就以 Fidelity 为例，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设置刚才一直提到的小孩账户。好，现在进入了 Fidelity 的主页面，然后选 Open Account， 选择看所有的 account。进入这个页面之后呢，一直往下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section， 就是 Saving and Investing for a Child。这里面呢，它给出了很多选项包括这个小孩的529的 Education Account 呀、Youth Account， 还有甚至这个小孩的 IRA Account。那今天咱们重点就是讲这个 Custodial Account。我们点到这个 Open Online。进入到这个页面以后呢，你自己如果是已经是 Fidelity Member 的话，就直接 login。不是的话呢，很简单，1分钟填写一下你的个人信息。这里等于呢是给家长先开一个账户，因为小孩的账户是依附于家长账户的。在家长账户这底下，你甚至都不用放钱因为你就本来也只是为了小孩开嘛。好，弄好了之后呢，就过来 login你自己的账户，然后到里面去。这页面呢，就是要填更多的关于小孩自己的信息了，他的名字，
然后有没有这个社保号，有的话就要填一下。一般出生在这儿的小孩呢，他生下来自动就会给了上一个社保号，然后他的出生年月。之后他还会问你是不是美国公民，那在这儿出生的呢，肯定应该就这地方是填是美国公民。刚才我忘记这社保号，现在查了一下，现在就给它填上，这个一定要填准确。好，然后就是要进一步填写地址啊什么的信息，然后这底下的地址呢，如果孩子跟父母是住在一起的话，它自动就会这个地址选一下就好了。好，然后再下一步。好，这儿呢，我们的信息就都已经填完了，这地方就是再核对一下这些信息是不是正确啊？上面那个就是家长的信息，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再看一下你小孩的信息都填对了没有？这里重点就是要看一下我们的社保号，这个就是一定要填对的。好，然后 confirm 所有的这些内容，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很标准的，问你是不是接受他们的条款什么的，这个只要选是就可以了。好，然后一路稍微看一下，然后再往下走，把那些该勾选的地方都 check， 然后就可以 open account。这样子这个账户就等于是开好了哟。给孩子账户开好之后，看上去什么样呢？我们现在看看哈，从主页的 portfolio 进去之后呢，我们在左边的工具栏这里看到一个 education accounts， 我们家2个孩子一人设了一个账户，所以这地方呢就有2个账户，随便点一个进去看一下。进去之后呢，就能看到了他现在的一些基本情况哈，投了多少钱，然后在这个 section 呢，你就可以选择你下一步的行动，你是要给他放更多的钱呢，买什么样子的 ETF 还是股票呢？在底下可以看到你的 asset allocation，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你就可以继续的去探索，还有更多什么想做的事情，还可以看看这走势图啊什么的。在 positions 的这个选项的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我们给他买的这些金融产品，就是这些股票都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给孩子选了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像 Apple 啊，这还有 Disney、Google、Tesla， 所以经常我们在饭桌上就会讨论这只股票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另外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公司提供咱们说的这个账户呢，就是 Charles Schwab。好，我们来看到 All Accounts 里面呢，咱们还是选择这个 Education and Custodial。好，一样的啊，它也给了你很多的选项，529什么的。那咱们借用它的这个列出来的一些细则呢，来说一说到底这个 Custodial 账户都有啥好处啊？这些公司其实都差不多的。几个主要的好处呢，包括第一点就是没有 contribution limit。可以放比较多的数额，如果你有的话。第二点呢，就是如果家长给小孩的钱每年不超过15000的话呢，这个钱是不收税的。第3个好处呢，就是说小孩在19岁以下的时候，他每年的投$2200的收益呢，也是不交税的。那超过的部分呢，就按照父母当年的收入来一起联合报税了。接下来咱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账户的一些其他的好处，那它是没有 opening deposit 的。第二个点呢，就是它也不需要任何的 open 或者 maintenance 费。另外就是我们在给这个账户里给孩子操作买卖 stock 和 ETF 的时候是不收 commission 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说你可以买 fractional share 的股票，哪怕只有10块钱，但是你可以买0.1股这样子。怎么样？看完了刚才的流程介绍，有没有觉得其实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呢？只要我们想到去做这件事儿，它总共也就花不到5分钟的时间。而且呢，假如就像我们之前例子说的，每一年就放1000块钱，在资金上也不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重要的就是开始的早，并且持之以恒。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呢，但是有可能它将来产生的影响是巨大并且深远的。美国呢有一句俗话叫做 "The first million is the hardest"， 有了这 first million， 很可能会是他们人生转折、提供机遇的这么一笔钱。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视频，希望我们的内容对你有用，咱们下期再见。